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手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2组嘉宾，请开门，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30岁，来自贵州，创业；陈女士28岁，来自贵州，全职妈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对方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理解我，而且做事还不细心，在外人面前总是不给我面子。他也太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了，不分场合，不分对谁，一言不合就发火，而且想干啥就干啥，根本不和我商量一下。对方在你心里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和妻子，但是太没有事业心了。我想往前冲的时候，她总是跟不上，甚至还想阻拦我。我就想创个业，怎么了？难道就不行吗？我老公挺有责任心的，但他的责任心也太强了，总想给我所谓更好的生活，但我只想要平平淡淡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可以了。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呢？你们2位是夫妻俩哈，全职妈妈，宝宝多大了？大的那个5岁了，小的那个还3岁不到。哟，2个宝宝呢？哦，是的。谁要来的呀？哦，我要来的。他就老想着去创业，然后之前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嘛，他就试过一次嘛，然后弄那个什么小程序，相当于是亏了4、5万块钱，就是我们的积蓄嘛，然后没了。但是我测试的时候我都跟你说了，我只是测试。他就是个门外汉，啥也不会的，然后他就想整那个东西，把我们的积蓄都给弄完了，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还搞。然后后面又欠了一些债。你干什么欠的债呀？然后我们从那个老家搬到那个贵阳了嘛，然后租房嘛，他又觉得那个租房那个市场挺好的，他又去搞，他又想去搞一个 APP。 什么意思？是关于租房的 APP 吗？对呀，自己去搞那个策划，然后把那些东西都写下来，都整下来了，然后再去找专业的人给我们做出来，就这样。就创意是自己出，但是就是程序员的工作还是得请人去帮我们去开发这个软件是吧？是的。那这次又花多少钱呀？写这个代码的话，早上写代码的话也差不多是花了5、6万块钱嘛，这样子。我不会写这个程序，所以我只能要求他去学。你要求他去学？对，写程序。对。这又奇怪了，为什么要求他写？当时我花了2年的时间写这个策划案，我写出来以后，但是我们没有本钱去做，我们本钱去做的话，当时我就想，因为他文化比我稍微高一点，所以我就想他学的比我快一点，所以我就要求他去学。写出来以后呢，我的压力要轻一点。学了吗他？我学了，没学会啊。不会。这还真去学了。学了，太难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他说你在工作上面，在事业上面帮助不了我，就讲这些嘛。我就说我哪里没帮你了嘛？那家里面不是给你顾好了嘛？然后我说你既然觉得我帮不了你嘛，家里面你也自己来吧，工作你也自己来吧。我就把孩子丢给他了，我就问他姐，然后他姐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自己出去玩2天，我就自己去玩2天。但我不明白啊，你既然没有学会，那这个项目就谈不上开始啊，那钱是怎么赔的呢？后面我自己跑外卖去一点一点搞这个钱去请这个程序员呀。请程序员花了多少钱呀？程序员大概花了4、5万，因为换了几批，这个洗的都不好，那个洗的都不好，一直在换。那做出来了吗？现在是做出来了呀，但是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要求他写这个代码，他说他不写，学不会，然后他把小孩带走。那东西看都看不会，你让我怎么学嘛？问题是你们2位都是什么文化程度啊？我看这学代码，反正我这文化程度估计够呛，学不会。我高中毕业，然后他让我去写，我真的是看不懂啊。那先生，你是坚信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小程序的开发是有市场的？平田他为了现在的这个租房世界现在太乱了，都是传统的，我就想创造一个没有的。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我就要去商家市场没有的东西，我要去做出来，我才能过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当时我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哈。是，但是怎么实现？但我好担心啊，那些程序员会不会骗你？因为你不懂。就不懂，因为当时不懂，这只有一个。所以开发的时间啊，就遇到过骗子吗？第一个遇到的话，他就说，那这个程序写出来花要多少钱？我问了几批人，一批都要10几万、10几万的。后面问他说，个人开发的话，就是个人接私活，只要4、5万就够了。后面我就把这个钱打了一点这个定金给他，他写出来，写了一半。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 Java 的，一会儿是这个混合的代码写出来的。我一看这个不对劲，后面我又换了另外一批人去写，所以搞得乱七八糟的。
对啊，他这个前前后后都换了好几批人，前前后后现在投了多少钱呀？写代码就4、5万，写好以后就是这个东西成型了以后，也差不多是5、6万块钱。 10几万也出去了。对，这钱就是然后跑外卖，然后还要养2个孩子。对你还是全职妈妈。对，哇，那攒下来这10几万也不容易的吧，先生？很辛苦的。那妻子，你没想过去劝他别走这条路？我劝了呀，我都说不要搞了。你说有这些钱哈，然后咱们家可以过得稍微好一点，也不用现在因为我像这样。知道，这就我都知道，但我这边我是怎么想的，你明白吗？我这边我从小过那种生活，不想让小孩接着去过那种生活，每天都只是在想，能不能像老一样分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结婚以后我肯定要去闯，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我想要给你一个更好的家庭。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小程序已经是开发出来了，就是我已经写现在目前好了，还没有就等着去投入上线是吧？我现在的那已经是上线了，但是说已经开始推广了，开始使用了。推广阶段哈。对。哦，对，那这推广阶阶段你是不是也得去找点投资啊，或者是合作伙伴啊？认识一个朋友，他说投资，我在网上认识，他说搞投资，我说我要不要我给你策划案，要不要给你方案？他什么都不用，要给我打50万，打50万100万的。当时我是想着他肯定是诈骗，但是我想着每天你是这样的，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把你混得高兴一点，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哦，你知道那个是骗子，然后人家问你要钱，你还给了，你还觉得我能高兴吗？要了多少钱啊？我都说了，要1%的几率不多，人家就是说，你给我转个钱吃饭，但是的话，那个人就是骗子，吃饭的钱都要转，还能投50万100万？对啊，我就说那是骗子。投资在50万块钱，我说他还给他转了，他马上投资我，他说让我倒30块钱给他吃饭。那这种30就被骗了，有没有其他被骗？有过吗？没有啊，啊，就后面的时候，人家一个外地的一个那个投资的，人家来投资我们，是不是要来考察我们呀？那人他就不来，他就让他自己去。你让我去，我怎么可能会去？让你看中我的东西，你来找我呀？为什么我要去呢？那要不是人家劝了，你都去了，还高兴的很。哎呦，我终于遇到就是能看到我这个东西的人了，我要去看一下。哎，人家真的能投资我就好了。哎，有没有想过去找合伙人、合作伙伴？我去找过很多人，他们都看不起我，觉得我的资质很差，文化没有，啥都没有，凭什么和我合作？那有没有想过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呢？我有想过，但是我这种知识我怎么去提高？因为我去创业，我都自己慢慢去看这些管理的书，去学习那些管理。对啊，我只能通过这些去提升我自己。也可以上一些什么自考啊、学校啊，提高一下。他没时间去搞这些。妻子有没有想过，孩子大一点或者上幼儿园了，你就去上班呢，也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有想啊，我一直都这样想的，然后找个班上嘛，然后分担一下他的压力。这样他不同意，他不干，他就是说不想让我出去辛苦。我觉得我在家我没钱，我更辛苦。哦，他是不想让你辛苦。他说我出去上班的话，回来我还得带小孩，我还得辅导，我还得给他做这样做那样的话，更辛苦。但是我觉得他回家早的话，他也可以做。我们应该把这个家庭应该分清楚，你在家里面负责家里面的东西。作为男人的我，应该是往前面去闯。虽然没钱，我会努力去找这个钱。究竟弄了个什么 APP？ 妻子你知道吗？哦，它就是一个租房的一个 APP 嘛。是什么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租房的这个租客去找房源的吗？对对，就比较方便快捷一点嘛。他自己策划出来的，对他自己写的，自己弄的。我们能看一眼吗？有这个相关的信息资讯吗？可以的。哦，来看一眼啊。我们现在这边你看地图就是我策划出来的，因为现在目前好多找房，不管是谁找房，那都是通过有一些就是问那些中介，今天带来带去，明天带来带去，还自己不满意，所以我都自己研发了这个地图，让他去看，放大以后看，我想住哪里，哎，我想住某个小区，我都能看得到，不管价钱这些我都能看得到。市面上很多这样的软件啊，大的中介公司都有啊。他们没有，他们都是隐藏起来的。不是，你这解决的痛点到底是什么？我解决的痛点就是租客省掉中介费，只有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哦，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提供给他维修这一块，他把家具损坏，我们也可以维修这一块。所以我都策划了这东西，让他地图找房上面只是让他去能够很快的找到自己要的房。那现在有房源了吗？现在有啊。房源是从哪儿来的？从那几个平台对接的，还那肯定不可能对接竞争对手。我自己跑的，你自己跑的。对，你的盈利点在哪里？我的盈利点都是服务点，一个就是我们每个月你跟谁要钱？我们是从房东租金里面扣。那你本质上和那些中介平台的区隔在哪儿呢？他们是一次性收完，我是一点一点。我们现在目前只是代码写乱了，按10%，后期还要往下降。这样的话，就是按每个月我有租客只要保证租客在你房子上每个月都能住下去，那我就收每个月的。这个月你交易了啊，那我就收这个月的，那我就保证下个月租客还能再继续再给你租，那我再收下个月的。周先生是这样啊，
您知道现在一个投资人一天要建多少个项目吗？现在我们你现在这就是一个项目，你知道你前面排着队见我多少人，你后面还有多少人在排队等见我吗？你知道吗？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们5个人没听明白你这项目是什么。一个投资人一天，他可能我这一天我建100个项目，我一个项目分几分钟？你知道你连面对投资人去融资的语言能力，我知道我这一块很差，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着学习。就是因为他老是整这个，然后我就不同意他去整，我就说让他不要去搞这个了，我说，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个班上。你不让他搞这个的原因，你说来我们听听。我的原因就是他每天早出晚归啊，每天搞这个，然后对我们啊，对孩子、对家庭上面，就啥也没有付出了嘛，就是付出不了，就是不赚钱嘛。赚钱也是赚的，但是陪伴不了，照顾就别说了。他这个已经开始赚钱了是吗？他这个赚不了钱，我就说家庭方面开销他是给的。就跑外卖，不管干什么，反正赚钱是给的。对，我知道我做这些东西，我必须要维持家里面的生活条件。那你现在是需要他来陪伴你们？平时的话，然后孩子周末的话都是我带着出去玩，然后平时辅导作业也都是我，他啥也不管，他也做不到，他就说我没有时间啊，你自己去创业哈。所以你今天诉求其实是说，希望他能够放下创业，回归家庭。对。这个你就满意了。对，因为其实他现在的工作，他的收入，他的努力，你这个是认可的，钱也给到家里了。对。那先生你是怎么想的？他觉得还不是你创业能不能成功的问题，是就算你现在创业，比如说有一定的收入，但是牺牲了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我有很多次我都想过，好好去陪伴他们，好好去陪伴小孩，因为小孩也混就长大了，但是真的不允许，我们这种条件真的不允许。小孩哪怕今天是满足了，关键是你这钱花了那么多，一点都没见着。后面如果我外卖行业做不了了，那我还得去跑下飞工作，我下飞去该找谁？又往什么地方去跑？以前刚出来本来就没什么文化条件，出来第一个就干工地。你现在搞这个，你也没有文化，你也没有那些什么技术，你都得花钱去找人，那钱从哪里来呀？那我的都没有钱呀，我没钱，我自己去拼啊。然后这些钱，然后相当于这些钱花了，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见着。陈女士啊，是让你丈夫不去创业这事儿容易，还是你自己出去工作这事儿容易？以他现在这个思维状态，你拦得住吗？拦不住。你自己出去工作可以吗？我觉得可以的，但是的话，孩子没人给我看。孩子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小的那个还没到年龄，他说明年应该可以上了。家里老人不帮忙，就帮不了，相当于就是。然后我爸妈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辞职，因为我弟还没结婚嘛，压力也比较大。然后他爸爸妈妈身体也不好，然后他还有一个兄弟也没有结婚。那就等1年，1年之后你想去工作你就可以去，他愿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就好像你愿不愿意他创业，你愿不愿意是你的事儿，他一直在创业，你让别人放弃一件事儿，比自己做一件事儿难多了。那你们觉得你俩之间的感情有问题吗？就由于他创业也好，或者他这个人性格也好，影响到你们夫妻的感情了吗？他就嘴巴就比较大，有啥就说啥，然后不管得不得罪人，脾气特别大。因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看不惯他，有时候在朋友面前他就总说我拉他面子了，我不给他面子，就这样。你干啥不给他面子了？他喜欢在朋友面前吹牛，我就觉得这东西不真实，我就骂他，我就说一天就讲这些，你讲这些我就想骂你。如果他持续这样也改变不了他，我们也说服不了他，你觉得会有一天你坚持不下去吗？这样的婚姻关系？没想过，真的没想过。就是还是愿意跟他过的哈。因为我觉得没孩子的话我可能会想，但是有孩子的话就为了孩子还是考虑一下。所以今天是你要来的吗？对，我要来的，我就想劝劝他，让他别搞了。然后现在我觉得有时候都有点承受不住了，我就欠一大屁股账都还没搞清楚。欠了多少账啊？6、7万、5、6万这样子。人家那边要钱或者是急用钱的时候，你马上又得搞钱给还别人那样子。所以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对。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看看大家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哈。先问一下，你们2位是情侣吗？还是夫妻？对，情侣。我觉得其实挺理解大哥的，都是为了老婆孩子嘛，想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同为女人，我也挺理解姐姐的，因为肯定也是希望老公成功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有2个孩子在这儿，而且有家庭的重担，我觉得其实也不算太大的矛盾吧。我感觉大哥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都一直为了一个 APP， 但是失败这么多次了，我感觉还是得现实一点，夫妻一起做个小买卖也挺好的。你刚才看了他那个软件，就那个 APP， 你觉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方便问吗？
我是大学啊，大学程度，那比他们还是高一些。你看明白了吗？你觉得他有可能赚钱吗？以你的认知，太难了吧？我刚刚看那个 APP 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我是业主的话，我会愿不愿意把房子委托给您？然后我的想法是不愿意，因为业主无论是把房子委托给哪一个中介公司，首先看重的就是资质背景的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房子可以不租，但是不能带来更多的财务损失。可是把房子贸然的交给一个没有任何资金担保、没有任何背景担保的小公司，交到您个人这边来，您觉得对于业主来讲能有多大的安全性呢？我不跟您辩这个事儿哈，我只是说，假如是我浏览看到了，我会划走，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信任。然后这个事情它其实就会变成了你创业的一个绊脚石。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弄来大的背景和更多的一些资金作为背靠来说服大家相信，你也只能够靠自己做出业绩了以后，希望能够靠口碑来赢得大家的相信。但是这个过程太漫长了，这个过程里头可能你的老婆孩子会扛不住，对于长期过着一个丧偶式婚姻的，他觉得没有意思。你也应该可以在你自己喜欢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切是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生活，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一个梦。也许这个梦是跟我有天赋，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有关，也许这个梦跟童年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的一个补偿，也有可能这个梦就是我想做大老板。不管它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还是有原因的，但是它只跟你自己有关。而你现在做出来的每个决定却都跟孩子们和你老婆有关。我们谁都不说服你，我只是告诉你，追求个人理想和野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伤害到的是至亲。而你的老婆和孩子也已经在向您提出请求，那就是能不能够暂时放下一些，多陪陪我们，或者你也能够支持我出去工作，我要找回我自己。可是你忽视身边人的这一些声音，这是您需要来进行调整和反思的，否则所有的梦想家只有一个结局，孤独终老。听完整个你们俩的阐述之后，我也觉得虽然这位男士他有他自己的可恨之处，但也是一个可怜之人。我真是觉得让人心疼，你所有的辛苦，所有每一单一单的跑的外卖，最后被人骗了之后呢，说心里话，我脑海中都有画面，因为我们都点过外卖，真不容易啊！这钱骗的是真让人心疼。对于家庭来说，也不能说他完全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因为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让老婆和孩子过上好的生活。虽然这个梦想是好的，但是现实却非常非常骨感。我觉得是要用最低的成本去先解决生计的问题，在生计面前先不要谈梦想。其实我在想哈，一个人想改变圈层的话，是3代人的努力和托举。其实你只要做好你这一代人，稳扎稳打的做好你这一代人该付出的使命，你就够了。不要去贪图一步登天，因为几乎我没见过那种。所以你只要做好现在的，不要去做太大的假大空的事情，加油。哎，女生就是你当年嫁给他的时候，你爸妈同意吗？支持吗？也有点反对的吧。为什么反对？就觉得可能太累了吧，他家庭条件也不好，可能也托举不了啥吧。那你为什么执意要嫁给他？有点不甘心，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都什么做饭啊、洗啊，很多东西都不会。然后后面跟我在一起后，我啥都让他做。如果分手的话，那感觉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就感觉有点不甘心。你觉得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做饭、有责任心的男人，然后交给了下一任，你给人做了嫁衣，是吧？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你培养出来的丈夫，对吧？相当于是吧。我真的是对你纳了闷儿了，这是你一手托举出来的婚姻，你嫌他现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盲目的追求创业吗？要说不能够脚踏实地，你排第一，他排第二。所以我觉得想要让自己，你又说2个孩子也不好让家庭分散，是吧？这个男人也没有坏心思，也都一直很努力的为家。那你要先站出来，你做领路人。其实你们家你一直是领路人，不是他。
能不能出来去找一份工作，去提高自身，去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先生，我觉得我们看到所有的有梦想的企业家，终身都在学习。你要真想成就一番事业，不仅仅脚踏实地要赚钱养家作为基础，你要脚踏实地的系统的学习。你要研究 APP 对吧？你要研究怎么盈利，你现在你都不会设计这个程序，你都让人骗，说明你没有学透啊。光靠梦想是成就不了现实的，梦想是要落地的。你要落地，先把你的妻儿护好，先用你现在现有我们拥有的能力去创造家庭的幸福指数。你现在拥有的就是一把力气呗，先把这个用起来呀。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欲望大于能力，你的欲望很强，你的能力还不足。我觉得呵护好婚姻家庭，最需要的是我们切实的把日子过到柴米油盐、陪伴和相爱当中，回归现实生活吧啊！男生多回家，女生多去找工作。既然在一起都10年了，还是有相互吸引和契合的地方的。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别越过。他现在30岁还能这样挣份苦力钱，再这么霍霍下去，40岁你们更难。我干了一辈子心理医生，我见过太多说是想创业，说是想怎样，这是求上进呢。你怎么能妨碍人家求上进呢？你得鼓励，你得支持，别老嫌钱少，好吗？但是不妨碍咱自己把人事儿做好。然后每个月他该给钱给钱，你不要再妨碍他自己去追求了。想一辙，尽快恢复社会功能。该工作工作，哪怕打个零工，就别聊他回来陪伴的事儿了。就是人啊，老得找一个特别高大的理由当旗帜，躲开自己特别反感的现实生活。我见过考研考一辈子的，考得将近50岁都没考研，还在考研呢，我见过。我也见过创业创一辈子的，那是他的面子，他没妨碍咱家家庭生活，你把面子给他留着，承认他在求上进，不要有他做不到的期待。所以加油吧，周先生。谢谢。一定给老婆孩子给足了家用，然后别的您加油，因为我们拦不住您，我们不能妨碍别人求上进，我们不管他现不现实。我支持你继续这个创业。接下来仔细听我说啊，因为我做过投资啊，你知道梦想和执念，他们都会穿着同一件外衣出现，很难区别。但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梦想，他手里是有地图和补给，而执念只有什么？指南针和倔强。这个指南针的难，有可能是南墙的那个难。所以现在我就教你怎么让自己手里有地图和补给。2件事清楚了啊！第一，这个小程序这钱已经花完了，我们要停，那钱几万块钱就血本无归了。所以我们不要继续往那儿投。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要专心的去把你的那个外卖给我执行到底。外卖是什么？看到共同点了吗？你做的那是社区的生意，对不对？你外卖跑的是不是社区？地图有了，谁是地推人员？你现在就是给我专心去推每一个用户，去送每一份外卖，去挣那2块钱3块钱，但你同时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推广我的东西。你不要把那个外卖扔到人门口，你敲敲门，在给外卖的时候说您好，祝您用餐愉快，然后你加一句话，能耽误您5秒钟的时间吗？直接在您那小程序，对吧？这不小程序吗？刷看看这个，因为每一个开门的那个人，有可能是租户，有可能是业主，听懂没有？明白。懂了吗？你怀揣着一颗梦想的心，找到你实际的那个地图，因为你每天都在那些客户之间游走。这份外卖的事业对于你来说，既是养家糊口的补给，也是我又是你有可能创业那张地图。所以现在不要去干别的了，就给我去踏踏实实送外卖。每天你能走多少户？20户、30户，可能还会更多。哪怕里头有一个用户给你打了电话，对你感兴趣，有一个能成交，你就踏踏实实的从由小扩大，慢慢来，不要着急，别一下找投资去，别一下要画那么多地图，就把你身边的那个几百户里头能成交一个，这个商业模式就怎么样走通了。不断用这个商业模式走通了，然后你拿着走通的这个，
你找到了人用户的痛点，满足了他的需求，然后你再去找投资人，因为我这是经过验证的。赶紧去工作吧，送外卖吧，听见没有？就这样。好，请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于先生23岁，来自河北，待业；魏女士23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100分满分，你能给对方打多少分？也就2分吧，因为我觉得他毛病太多了，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这段感情啊，要不是我一直在维系啊，我估计早就分手了。50分吧，因为他老管着我，不让我出去玩，还总支持我干活，关键一言不合就动手。现在我看他胳膊一动就哆嗦。你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还有期待吧，因为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确实挺好的，所以我还抱有一点幻想。但是这么长时间，幻想都快破灭了。我今天就想看看他到底啥意思，还能不能好好处了。我一直都没变啊，变的是他脾气越来越暴了，看我哪儿都不顺眼。如果他能改的话，我肯定能好好处啊。他能改吗？女生觉得男生不像以前那么在乎你、关心你了哈。他跟以前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你先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什么事情证明他不关注你了？就有一次我那个难受，我说我发烧了，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去吃饭。我当时我就寻思，那饭就那么好吃，非得让我陪他去吗？那当时朋友多，然后也想带你认识认识。他这么说完了之后，我确实陪他去了。然后吃饭的途中，我就一直都没说话，因为我难受嘛，我也就没咋吃。他在搁那跟他朋友那家吃的，真是把酒言欢呢，吃的老好了，老开心了，根本都不管我。那我看你不说话，以为你腼腆不好意思呢。我根本就不是那腼腆的人，我能腼腆吗？那不说话，你肯定问问我呀。后来回家了，你说我难受，你说肯定是想早点睡觉。他倒好。啪，电脑打开了，开始打上游戏了，也不戴耳机。我搁床上躺着，脸煞白，不管不问的，就知道玩他那游戏。那你回去往被里一躺，也不跟我说话，我以为你睡觉了呢。我要打会儿游戏呗。你现在是待业状态哈？对。所以这打游戏也是闲着无聊的时候玩是吗？对，这从小玩到大了。那不需要找份工作吗？兼职啊，哪怕什么的。他玩游戏就是不管不顾的，只要是。想玩立马就打开玩，几乎每天都在玩。而且就是我不做兼职嘛，我有的时候就是给他找2个活，让他跟我一起去。有一次玩电脑，人家兼职的人给他发消息，根本都不看不管，然后黄了。你说遇着一个好兼职真挺不容易的，就知道玩游戏，我真是不知道。那我正玩着呢，我看见手机来车了，我也没听见，你也不叫我。那你都不戴耳机，你怎么可能听不见呢？那我这不全神贯注吗？你给他打电话他接吗？我给他打电话玩游戏也不接，经常就发消息也不回，就得等他玩完了，就是这一把玩完了，或者整体都玩完了才能回你。那他要不接手机什么，你回来不找他兴师问罪？问呢，我肯定说呀。我说你就像兼职那个事儿似的，我说你倒是回人家呀，游戏就那么重要，你挣点钱，我带你做兼职，你起码你说你在家待的时候，你有点收入不也挺好的吗？玩起来就是不管不顾，就是玩，咋说都不听。不是他那游戏除了游戏吸引他，还有啥吸引他呀？我平常就这点爱好。我之前就真发现了一个事儿，他玩游戏总要跟一个女的玩。我就看他手机，还有微信，还有抖音，我就给微信删了，抖音也取关了，也没2天就又加回来了。我取关一次，加回来一次。那我跟他认识是咱俩之前的事儿了。我跟他就是打游戏，而且打游戏也不是和他自己玩，我们好几个人一起玩。那你为啥对这个网友有意见啊？他跟人家聊私信，还夸人好看。你说你正常玩游戏，要么你说上号，要么你说你怎么地的啊？跟人家说好久没见了，怎么现在变这么漂亮了？你说这是该打游戏说的话吗？那我能不生气？而且我就给他删了，我取关了，他偷摸又加回来了。哎呀，这像点有问题的样了。对呀，我跟他就是客气一下，你就一直拿这个事儿说。我当然说了，因为我心里介意。你说我要是玩手机游戏，我天天我有一个男性朋友，我说来呀，上号啊，我说那你说谁？他也不好受啊，你不会换位思考一下，就想着自己，我咋说都不听，就要跟你玩，就跟你玩。那你会不会就有态度不好的时候呀？就实在急了，他刚才说什么动手是吗？对，没事老打我掐我。那我生气咋说不听？你看着就那次看着他夸人漂亮，我就急眼了，而且我也不是往死打，你就情侣之间，你说我推你2下，捶你2下，那不挺那也没多大劲儿。
你说的像小拳拳捶胸口，但实际我感觉的是胸口碎大石的感觉。他不是说什么你看到女朋友一抬手，你现在都害怕是吧？这一抬手我就躲。有那么严重吗？每次都是他惹我，我才动手的。你说我要说话你听，那我不就不动手了吗？反正就是不在乎我，就知道玩游戏。你说下班了，我回家，我跟你是情侣吧，你陪陪我，咱俩唠唠嗑，一起出去吃吃饭。这总行吧？就玩游戏，就玩游戏，心里根本现在就没有我了，就玩游戏了，不在乎我了已经。所以说忽略你不关心你不在乎你哈。对，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事能证明他不关心你？还有之前我俩刚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快过年了，我俩就是异地了。我那个时候就是养了只猫，从楼道里跑出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着急啊。那你说我能找谁？我肯定给他打电话，不接。我不知道他都干嘛。那我不是没听见吗？我听见之后我又给你打过去了。多长时间没接啊？得有1个小时吧，我找着猫之后才接。我还以为1天都没回呢。我寻思，你说你是离得远，干不了啥，那你给物业打电话调监控，你起码你做点啥吧。那我跟你不是一个小区的，我也不知道物业电话多少啊。那你安慰我情绪总会吧？我当时都急得不行了。你说你回我个电话，你说别着急，慢慢找，这种行了吧？这都干不了。那当时我要是接了，我跟你说别着急，慢慢找，你也不听啊。你干啥了？打游戏吗？又是？你打台球。哎呦，我的天呀！行吧，打游戏、打台球和网友，用女朋友不接受的方式打招呼哈，什么你真漂亮什么的，都让女生非常的不满意哈。他这个和异性网友听起来有一点暧昧，什么漂亮之类的，有实际上让你觉得越界的吗？有一次就是我跟他出去吃饭，我看他手机，他就看就是同城附近周围的一些小美女的颜值视频。你要看大网红的话就算了，谁不喜欢看美女帅哥，就看周围附近小美女，那不就着急给自己找下家吗？那我不就是看看吗？我又没发私信，他了不就是给网友们看的吗？那你就非得看，而且他看了不是就是不小心划着了，他是很明显就是一个女的视频，他同时点进去看了3、4个，就是明显是他看了觉得感兴趣，然后点进主页，然后又划了好几个。你咋知道的？因为我看他浏览记录了。那也有可能是我看见他们穿的衣服好看，跳的舞好看，让你学，给你买的。哎呀，这说的太好听了哈，我都不信，别说他了。那当天你也不至于吃着吃饭甩筷子就走啊。那我能不生气吗？我本来我就不喜欢这些事儿。那我这样的小美女，你吃饭的时候看那记录，她给人看了多少个呀？可多了，好几个小姑娘，好几个呢。好几个，就是每一个女的基本都有3、4个视频，就是点主页仔细观看了，肯定就是。那我也不想看见呢，手机老刷着。不是看一回就刷出来了呗。手机它是有那个数据推送的。还有什么和游戏女网友旅游的事儿？这个女网友旅游的事儿是我俩在一起之前了。我们好几个人一块打游戏的，一块出去玩的。就一个女的。然后后来他问我就告诉他了，他就一直不依不饶问我到现在了。你跟女网友出去旅游，完了给人发私信说你真漂亮，然后天天跟人打游戏。对，就是那个女的。他跟人上哪儿旅游了？我没仔细问，反正我当时说完不是我们2个人去的，是我们5、6个人，就她一个女的，但是然后他要记下了，就这一个女的，就以为我跟这女的多好多好。哎呀，行吧，那你们相处了也有两年了吧？快2年了，快2年了哈。有没有前任啊？你俩都分别有前任，他前任老多了。你俩有前任的矛盾吗？有。七夕节他都没给我准备礼物，就是我问他，他不给我准备礼物。但是我之前看他就是手机购物软件给人买过礼物，就是包啊、护肤品啊啥的，都是好东西。那我为啥不给我送啊？我就问他，我就跟他干了。那人家我问他们买啥、缺啥、少啥的，他们都告诉我。然后我问你，你又不跟我说。他平常这个过节啊、生日都没有礼物吗？有是有，但是哎，他给我送那些礼物，让大家看看都有啥吧。就是搞外的袜子那个，然后是数字油画，然后这个种子是一个挽联花的种子，然后就大盆栽，就送我这些东西。然后送他前女友购物软件里包、护肤品都是好东西，到我这就这玩意儿。你种出来花了吗？我没种。那个是什么呀？那个卡通的那个？那数字油画是什么呀？数字油画就涂色的啊，让你涂色，就那小孩们学龄前儿童玩的那个是吧？那我感觉送这个不是比送包护肤品更有新意吗？咱就不要着吧了吧，那确实不太一样啊。你要说是这个幼儿园小朋友送这样的礼物，或者小同学之间送，我觉得挺好的，都
不赚钱不上班。哦，你也不赚钱不上班。哎，你不上班，你靠什么？我现在刚不干。哦，就还有点积蓄是吧？对，我俩一共我刚回来10来天吧。然后他都看我越来越烦了。你天天在家打游戏，跟女的玩游戏，那我肯定烦呢，也不干活，接受工作也不好好干，而且他还老拿我跟他前女友比啊，就是我有时候去找他给他做饭，他就说你做西红柿是炒鸡蛋都没有我前女友做的好吃。我说完，他把饭给倒了，盘子摔了，然后给我东西扔出去，我都在门口站着了。那我肯定生气啊，这得该在外边罚站啊。而且他就没待多久就走了，人家你也不搁门外，也不找你，也不吼你，明明就是他说错话了。那你都把他赶走了，人家不走还在那儿站着，怪冷的。我等了2个多小时吧，当时热，是夏天，全是蚊子。然后叮了一身包，我才走。那比冷还难受。哎，你们这互相之间朋友啊，这家人都知道你们的关系吗？知道。现在有时候我朋友叫我出去吃饭，都先问有没有他了。啥意思啊？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老看不顺眼，老打架，就在朋友面前啊？对，现在我朋友见翻脸吗？现在我朋友都有点怕他了，这有段音频，来听一下啊。没事吧？他又咋的了？吃着饭还走了，哥好好哄去吧，别干架呀。女的不都这样吗？你们一吵架，我都害怕跟你们吃饭呢。一点都不维护我的形象，我每次干仗我都是有原因的，谁不想像情侣甜甜蜜蜜？你就根本就是恶化我的形象。那你干啥都有原因。不是你干啥在他朋友面前掐他了？那老做错事老说话呀。他既然没给我留面子，让我做让我生气的事儿，那我觉得我就没必要给他留面子了。我没做啥错事儿啊。就你看美女那次还不叫错事儿？那是我耍儿的。他带着您去跟朋友吃饭，席间他看美女视频，是这么吗？是他吃饭之前没事儿，我吃饭嘛，他们唠嗑，唐山话，他手机我听不懂我就看他手机，看他聊天记录，看他看美女。那次是你就现场翻脸了。我说这是啥？完了他就瞅我就不说话了。他这人就是你问他行，要么就是噎你说话，给你怼的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生气我就掐他一下，他就又说了让我生气的话，我撂筷子摔的我就走了。所以人朋友都说每次吃饭得问你对象来不来。不来咱们再聚，来我们怕你们俩吵架，是这意思吗？对，行吧。现在哎呀，大事小事管得我跟我妈似的了。我不是非得愿意管他，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你说家里埋了吧台，他玩游戏抽烟，你整的乌烟瘴气的，那我不就是收拾收拾吗？让你，那你不是让我收拾的吗？那又不是我家，我让你干干净净的，我还有错了，我能不为你好吗？我妈也天天说为我好。那你帮他收拾吗？偶尔吧，那又不是我造的，我收拾1次2次，那你次次我去，我4次帮你收拾，就是，那我不真成他妈了吗？所以你俩经常来这干嘛呢？我就想知道他能不能像以前对我那么好，那么在乎我。以前他可在乎我了，天天就是问我啊晚上想吃啥，然后天天问我这那的，可关心我了。我说话句句都有回应的。现在看美女，然后跟女的聊天，怎么地的玩游戏，就根本不管我了。还接电话，对，然后还出去打台球、打扑克似的。你有点空闲时间，你跟我一起玩玩呢？就陪伴也不够，对，关心也不够，对，然后还老忽略我的感受啥的，就是然后还老拿我跟前任比。那我现在不是出去玩次数比咱俩在一起之前少多了吗？那不都是我闹的吗？要不然天天玩。那你希望他一周就是陪你几天呀？你把它量化一下，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一礼拜玩游戏加打台球啥的，你有3天可以玩3天陪你4天是吧？能做到吗？我感觉我一直都是啊，我还感觉1星期陪你7天呢。不是说你玩电脑坐我旁边就叫陪，你得是真陪我。他觉得就是我陪你了，因为我坐在你旁边玩游戏了，我跟你在一个空间里了，我就要陪你。那根本不是。总之就觉得被关注度不够哈。对，男生你今天来有啥诉求吗？他说我越来越不在意他了。但是我还感觉我越来越在意他，跟之前一样呢。啊，你俩感受这么不一样啊？是他觉得我越来越烦了。哦，你觉得是他烦你了，所以觉得你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对。那你是希望我们劝他别烦你是吗？让他跟之前一样吗？都想回到过去啊！年轻人都觉得对方变了啊，都希望对方回到过去。那究竟是谁变了，还是没变，还是能回到过去吗？还是不回到过去？咱们继续往前走，还是不走了？
太多个结果了，听听大家的建议吧啊！他们像小朋友过家家哈，比你们好像轻松多了是吧？两口子嘛，小打小闹是很正常的。后面的日子还长，慢慢过吧，慢慢熬吧。慢慢熬？对。这哥哥希望你们俩慢慢熬啊。那姐姐呢？我觉得可能是在一起的时间有点长，男生可能出去找个班上，不那么天天接触，可能要好一点吧，可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该走哪条路呢？谈恋爱半年之后没有过去那么在乎你，太正常了。他一直那么在乎你才不正常，因为人也就是谈恋爱上头的荷尔蒙、多巴胺分泌的，也就是那么样的半年。有的人长一点，8个月到1年，这是撑死了。但是基本上也就是到6个月以后，慢慢趋于回到原本自己的状态。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思考是，如果要在一起，该怎么去调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一起来做什么，不要提过高要求。比如要求男孩，如果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暂时把手机放下？我不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玩你的嘛。但如果我哪怕跟你闲聊一下什么的时候，你别一边拿着手机，一边头都不抬的应付我，我需要被尊重。如果你手里正好是有一局，或者就差那么几分钟，你可以跟他讲一下，等我5分钟行不行？像这样的情况，就会使对方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至于觉得那么样的怒火。他的怒火就是在男朋友无意识的时候点燃的。比如他开开心心笑着跟男朋友讲话，但男朋友在玩手机或者在刷视频，某一个划过的小姐姐的视频就会刺痛他。他会认为，我穿得这么好看，我在对你露出花一般的笑，你却只愿意看到手机里的别人，是你的当时的不回应激怒的他。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是如果他跟您说话的时候，您给他正向的回应，脸得对着他，从你的手机上抬起头来。然后呢，女孩是得改的有几个东西哈。第一，动手打人永远都是不对的，把人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不对的。你不能以爱为名继续连掐带打的了，这是错误的。第二个是出去吃饭，我们也都在讲面儿吧，在外头是要给的。出去吃饭，他的朋友是他的人吧，那是外边吧。你会在外边让自己显得很糟糕吗？你会在外头满地打滚撒泼，让自己颜面扫地吗？你不会做丢脸的事，对吗？因为那是自己的脸，可是你去丢了他的脸。你可以在家里头被他各种娇宠，你也可以在家里头对他提出各种要求，对他有的时候查岗，这是你们小情侣之间的，没有问题。可是在外面，只要是在公共场所，只要是在社交场合，只要有外人在，任何人都是外人。你爸你妈，他爸他妈都是外人，更别说朋友了，都得给彼此留个面儿。就是这一些改就行了。然后男孩吧，就是你目前也是特殊情况嘛，刚刚休假，然后也是打算重新再找工作，人都会有一个休息和停顿期。希望您的这一个休整停顿期不要太久，因为人闲久了以后，慢慢的就不想重新工作了。就像一个船只，如果在港口停留的时间太久，它会生锈，它会慢慢的没有了出海的能力。您不要让自己因为停泊的太久，没有了出海的能力，好不好？好，祝你们幸福，能走下去。你们俩刚才都同时说到是对方没有以前对对方好了，是吧？你俩都有同感。实际上爱情这东西就像一颗泡腾片一样，它是有化学反应的，一瞬间的沸腾，它不可能一直是哗哗哗这样的。爱情是存在的，但是它激情是不可能是一直像泡腾片一样沸腾的。所以产生什么过度的关注，女生你过度的关注了，你知道吗？你过度的关注，而且你去翻男朋友的手机，就脑补也会脑补出一些误会。其实你也没有放过你自己，让自己难受了，你知道吗？就很少有女生她能翻自己的对象的手机，她能是愉快的走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男生的边界感，你得让你的另一半有踏实的感觉。也许你跟你那个就是一起打游戏的女性朋友没有什么，但是为了让她心里能够安心的话，不要去私底下联系太紧密。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一个男人没有价值感，他就是没有魅力的。你要找回这种价值感，这种向上的这种感觉。你俩还年轻，好好相爱吧。我听起来整体啊，就是太闲了。你看那边多要劲儿啊！你看人为了事业，
哎，每个月要交给家里这么多钱，还要自己去研究那个 app， 还要跑出去联系客户，他根本没有时间忙着说我老婆有没有掐我了什么的，就没工夫干这事儿。你是有点矫枉过正多了哈，你是有点太不思上进了。20出头大小伙子，对吧？你应该把那个精神头提起来，你自然你精气神来了，你对象看你哪儿都顺眼了。你别说他看你烦，我听你磨磨叨叨的整场就哼哼唧唧，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着都挺烦的。怎么了嘛？就是你如果能有一个笨的事情，哪怕你说我打游戏我要打职业，哪怕你说我打台球我要打比赛，你把一个事情让有奔头的去做，你身上就会有光。你现在除了长相，就是形象还可以，但没有魅力，你知道吗？他能不烦吗？没有气质，没有气质，没有往那儿一站是给垮的，支棱起来，真的得支棱起来，要不然你别怨他烦。本身觉得还是应该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不能有这么多的木气和闲散之气，他自然看着你烦，是吧？人家女孩还只要一有这个信息，就赶紧去做一些兼职啊，对吧？和社会要多融入啊，去挣一些钱呀，我觉得这都是好的。你以后把那个手机调成最大声，行，工作来了赶紧去接。女生我觉得啊，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互相滋养的关系，不要让我们变得都懒懒散散的、散了黄的感觉。你看，其实他两位虽然生活中诸多压力和可能就是做的不是最趋向好的这个样子啊，但是他们都是努力向上生长的。你们俩也要去努力，彼此滋养，好好生活，好好恋爱，问题不大啊。我觉得那位大哥的鸡血应该抽出来一点儿啊！你这怎么这个软软塌塌的，看着让人着急。不是我一直到现在我听着就是，首先你男朋友不狡猾，他要真狡猾的话，你能查着什么呀？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打开手机，哟，他看这个了，你一眼就能看见，说明他连隐瞒都没有。然后他要真狡猾的话，他至于说那种话，我前女友做的都比你好吃，说这种话，这简直就是智商有硬伤。我跟你讲，这就是自己找揍，你知道吗？然后他跟5男1女还是4男1女，你们一帮网友出去玩去，还是他跟你聊天，他跟你说的。他要真心里有鬼，这事儿能让你听见。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开心集中于你没有眼里只有我，但问题是我们这些人都健在，他今儿站这儿，他眼里还有这么多人呢，他没法眼里只有你。这只是他第一个阶段，就是感情到了大概有个半年1年的时候就开始，哎，为什么你眼里不是只有我呢？大概再过个2、3年，他的不满意就会聚焦于你能不能多挣俩钱儿。爹妈也都见过了，你就不想想咱是不是该买房的事儿了？恋爱不同的阶段，女方的不满它是会有一个集中点的。现在就是你眼里为什么不都是我，就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认为可以休息休息，挺累的了。对，咱刚歇10几天是吧？对，有这10几天休息休息，真的不是非得立刻就去我们去怎么着了。用不着，休息休息。雷老师，我不是说他现在不能休息，是他现在这个精神头不是现在变成这样，他上班的时候也这样，肯定的，他还能突然变散了黄了？你希望他现在多休息多陪陪你，还是希望他现在努力出去挣钱买房去？挣钱，你看，那就别歇了。他都怪他有那个工作来了不接电话，你想嘛？没什么大问题，他不是一狡猾的人。你不狡猾，但有时候你连藏都不藏，我觉得是有点底气的，或者说你连谎都懒得撒了，说明他在你心里位置有那么重要吗？挺重要的，挺重要的。你都敢当他面看美女，你都敢可以不接他电话，所以你很可能会发展为空心人。你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但是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么的不开心，所以你心里到底他的位置有多重？你对自己未来有规划吗？没有。对，所以这又是你空的一点。他刚才说的希望你出去挣钱，但其实不是挣钱，你们不缺钱，不像他们夫妻，他们生活压力很大，你们没有，但你没有一个规划呀。就是你是个帅小伙，但你站在那儿你没有力量，我觉得你不像一个大小伙子，你真有点像退了休的人，就干那点那个能消耗时光的事儿。但是他不是，他还是不是老去兼职，他是对未来是有规划的。你们现在这点是分歧很大，所以为什么小片里头说你只给你打2分？我的天呀！我不想问那98分丢在哪儿了，我想知道那2分是什么。姑娘，他还有2分，那2分是什么？姿色占1分吧，
身高占1分吧。没了。得，你还有个啥，兄弟？听懂没有？我说的。听懂了啊，你得加油了。听懂了。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我们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看看你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请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要想困惑，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寻到老师的这个答疑解惑，有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您可以通过这个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记得啊，我们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老师会在直播间呢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1组这个夫妻他们的选择啊，会是怎样呢？请开门。你俩这上场刚才走的磕磕绊绊，和你们这日子过得也一样磕磕绊绊，但始终手牵着手啊。出来了，想说些什么吗？给他5年的时间，他说5年的话，如果还搞不定的话，就彻底就不搞了嘛。然后，过完年以后嘛，然后孩子去上学了嘛，2个都去上学了，然后我就去做点那种兼职之类的。非常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去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请亮灯。希望你们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谢谢，再见啊，再见。好，我们看一下第2组情侣啊，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来，请开门。我觉得老师们说的确实挺对的，爱情里可能就是不是会一直有激情，就是一个时间段可能会有各种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我们2个只要相爱，都是可以克服的。平平淡淡才是真。人就这个性，人家真的是他就这种个性。平淡之中也要寻找一些乐趣和新意啊！希望你们的爱情还是始终如一，好好走下去啊！谢谢。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嘞，请亮灯吧。祝福你们啊！不管经历了什么，始终能手牵着手，我觉得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希望无论是情侣还是婚姻中的夫妻啊，这牵着的手千万不要那么轻易就放开。希望大家都能度过小风小浪，能够拥有真正爱情甜蜜的终身相守。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会。